天的节目。俗话说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阴险狡诈的人，对于这样的人，我们就要提高警惕。下面大佬给大家讲解一些阴险小人的相学特征，在交友时大家可以参考了解。1. 鼻子，鼻梁没有肉，骨头特别突出，配合鼻尖无肉而鼻头呈沟壑，不够端正匀称，此种人心理阴暗，性格阴险，不够光明磊落，喜欢算计他人，内心刻薄，比较工于心计。鼻歪或人中歪的人心术不端，办事喜走偏门，喜欢在人背后搬弄是非。2. 眉毛，两眉之间的印堂若过于狭窄，人中短，眉毛眉头带尖而杂乱，颧骨突出，这种人心胸狭窄，办事偏激，而且刚愎自用，不够谦虚诚恳，为人喜欢斤斤计较，具有相当的攻击他人的心理，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很难想开，不容易被自己开导。3. 印堂狭窄，人中短，心胸狭窄，两眉之间的印堂若过于狭窄，人中又很短，这种人心胸狭窄，见不得别人好。若有人在他面前夸赞某人工作很卖力，他可能会当场说一些不是很好听的话。像这样的人，他会比较劳碌，因为他怕事情交代出去，功劳会被抢走，所以就样样自己来。如果你的主管是这样的面相，千万不要跟他抢功劳，就算功劳是你的，你也要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他，就可以避免他在你后面扯后腿了。4. 嘴小紧口，心难容人，嘴型太小的人，不论男女，都是自我优越感很强的人，在他们眼里，全天下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贵族和才子，别人可以做剑士或是受苦受难，他们就不行，因为他们和一般人不一样。再者，全天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也是他们自己，别人都只能为他们鼓掌，一旦有别的贱人或是出身卑微的人才华胜过他们，他们就要抓狂或是搞破坏。5. 鼻梁骨突出，同时有3白眼，有这种面相的人不只见不得别人好，而且会有很强的报复心态。若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和她一起做室友，她可能会在这位美丽室友的化妆品里动一点手脚，让这位室友不再美丽。在这种人面前，也千万不要过度称赞别人，因为他很会记恨，这时候你就要多多称赞他。虽然你称赞有这种面相的人并不能得到什么好处，但至少他不会拿你开刀，在他面前说话更是要小心。若可以的话，最好离这种人远一点。6. 上唇短缩，闲话多，上唇内缩短窄的人最喜欢论人是非，到处说人闲话。这种上唇短缩的人性情上就比较自我主义，对自己很没信心，对别人也常疑神疑鬼，只要某个人有点不在乎他，或是没有特别尊重他，他就会开始唠叨抱怨。平时已是如此，一旦哪一天你真的得罪他，那么他会很严厉地批判你，在你背后更会东加3分西加5分的替你传播恶名。7. 贼眼乱，飘言无信，眼小细短而浅，说起话来不停东瞄西瞄，就怕人家透过他的眼睛看穿他的心事般，或者说话时直眨眼，一副十分心虚的模样，就叫贼眼。有贼眼的人经常在一开始会放低姿态，很容易和人打成一片，但面临利益冲突或生死关头时，有贼眼的人较容易背弃自己的诺言。8. 鹰钩鼻，鹰钩鼻的特点就是鼻梁薄薄的，没有肉，而且突出，鼻头的前端垂下来，尖尖的。如果你有这样面相的同行，一定要小心。这种面相的人只考虑自己，凡事会精打细算，尤其在钱财面前有利害关系的时候，
会使用阴险狡诈的一面来对付你。9. 眉凸眼凹。眉骨突出的人思虑必远，但脾气倔强，翻脸无情。眼睛凹陷必六亲不认，人情冷漠，亲情薄。如果有对他们不满的时候，就算是家里人，他也会用阴险狡诈的方法来对付你。10. 颧骨下塌。颧骨隆起的人有魄力，有胆识，而颧骨下塌之人做事不光明，又不甘心被领导，会在暗地里使用阴险狡诈的方法对付挡他前途的人，令他防不胜防。11. 牙齿凹陷。我们正常的人牙齿都非常整齐，如果牙齿往里面深凹的人，脾气暴躁，行不言于色，你永远琢磨不透他的想法，而且做事阴险狡诈。12. 印堂狭窄，人中短。在面相中，印堂被称为命宫，可以反映一个人的心地、性情和整体命运走势。印堂被两眉侵占，过于狭窄的人往往心胸都不够宽广，遇事容易钻牛角尖，而且刚愎自用，很难接受别人的建议。为人处事斤斤计较，嫉妒心强，且容易记恨别人。假如人中再生得短的话，更会加重其人的偏激心理，见不得别人好，说话尖酸刻薄，而且喜欢暗箭伤人。13. 腮骨宽大。腮骨生得过分宽大，人在面相上称为耳后见腮。有此特征的人心胸十分狭窄，为人无情无义，为了达到目的通常是不择手段，一旦出现利害冲突或身处困境之中时，会为了求生存而不顾他人死活，可说是最凶狠的小人。14. 两眉短而淡。这种人城府很深，且心机较重，报复心理强，爱在背后使诈，多出薄情寡义者，切不可与这种人合伙做生意。15. 眼神游移不定。眼神游移不定，常常斜眼看人，这样的人通常心态不够端正，有小人之风。假如再配上3白眼、4白眼或3角眼的话，其人更是心胸狭窄，为人奸猾，不够宽厚大气，办事更是假公济私，心狠手辣。此外，眼睛一大一小的人也不好交往，其人城府极深，而且容易给人使坏，最见不得别人比他好。一旦别人超越了他，他就会想尽办法在暗中给你做手脚。16. 鼻尖无肉，鼻梁起结。鼻子瘦削，鼻梁骨突出且中间起结，这样的人通常心地狠辣，自私自利，喜欢在背后算计别人，比较工于心计。假如再加上鼻准内弯呈倒钩状，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鹰钩鼻，这样的人更是内心阴暗，心思深沉，且有强烈的报复心理，千万不能得罪他，否则必会加倍讨还，而且手段阴狠。17. 鼻歪，人中不正。鼻子生得歪斜且人中不正的人，大多心术不端，办事喜欢走偏门，爱在人后搬弄是非，也属于小人之列。18. 断掌，同时食指下方有井字纹。这种手相导致的小心眼着重在钱财方面，这种人对钱财会非常的斤斤计较，他也许会捐100万给孤儿院，但是若跟他做生意，5块钱也一定要算清楚。也因为这样分明的态度，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也小有钱财。他会将所有该支出的项目都算得清清楚楚，即便是捐款，也可能是因为这项捐款可以赢得好名声，而这样的好名声则可以为他再赚得更多的财富，所以想从他身上捞到好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拥有好运的人生是由多个机会组成的，但是机会是贵人给的，所以我们会十分珍惜自己身边的贵人，而对于我们身边的伪君子，也是绝对不能手软的，一定要尽早清除。小人的脸上虽然不会有我是小人这几个字，
但是我们可以从面相、手相的角度分析出来，对方是否是阴险小人。在面相当中，人中也是13部位之一。人中的形状不一样，长短深浅都预示着不一样的寓意。我们通过观察一个人的人中，也可以了解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、儿女运等。那不同的人中面相运势如何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大家。由于人中在男人和女生身上所代表的含义不同，所以大佬分开为大家讲解。1. 男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男人人中长，运好，身体强。人中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、生命力强弱和生育力的高低。如果男人人中身长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生命力比较强，做事精力旺盛，一生的运气较好，为长寿之相。而若是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短窄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差，容易体弱多病，生育力低下，缺乏子孙运，运气也不会太好，晚年孤独而困苦。2. 男人人中长了一粒火疙瘩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有火疙瘩的话，这种跟身体好坏关系不大，很可能是因为上火所致。但若是长期一直存在，一直消除不掉的话，这种属于肉质，或者是长有黑痣的话，这是一种肾气不足的表现。在夫妻生活关系方面不够和谐，夫妻关系容易产生矛盾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为了子女一辈子操心劳神，辛苦不停。3. 男人上狭下宽的人中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部位长得上窄下宽的话，这种人中相属于典型的幸运之相。长有这种人中的男人一般出身不是很好，从小容易吃很多的苦头，不过也慢慢培养出了坚毅的个性和毅力，做事坚持，性情也比较刚直，做事认真，任劳任怨，敢做敢当，不惧怕失败，往往能够白手起家，年龄越大运气越好，事业发展也会越顺利，能够惠及子孙，晚年大富大贵。4. 男人人中太宽的人。很可惜，命相学上说，如果男人的人中沟绪长得过宽过平的话，大多数的男人皆为如此。这种男人一般个性非常的急躁，性格也比较的暴躁，做事缺乏耐心，为人处事方面缺乏智慧和谋略，行事比较冲动鲁莽，平时总是大大咧咧，做事火急火燎的，容易把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搞砸，人际关系不太好，子孙缘分较浅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晚年很难享到子孙的福气。5. 男人人中有横纹。如果男人的人中长有横纹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性格和脾气往往不太好，特别的任性，做事随心所欲，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，说话没有分寸，特别的伤人。而且人中有横纹也代表着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容易出现问题，与子女关系不太好，尤其是给女儿的关系比较僵持，操心不断。这条纹在相学中也称通奸纹，长有此纹的男人婚姻运往往不太好，结婚比较困难，即使成婚，婚姻也很难幸福。6. 男人人中部位不长胡须。人中不长胡须的话，在相学中也称人中无须。这种人大多自视非常高，容易看不起人，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，富有正义感，喜欢打抱不平。换个说法说，也特别的爱管闲事，无论做什么都有种精力不济的感觉，很难保持长久的坚持力。遇事总是犹豫不决，缺乏决断，行动力不足，很难一块合作做生意，与父母关系不太好，经常容易惹是生非，让父母操心不断。2. 女人6种人中面相。1. 人中身长宽。
如果女人的人中部位长得伸长而宽阔清晰的话，代表着肾气充足。这种女人一般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比较强。俗话有云，人中长且宽，子女排成班。这种女人往往子女运比较好，而且性格温厚，善于教育子女。子女身体比较健康，而且长大也比较有出息，晚年富贵有福气。2. 人中窄窄一条缝隙。如果女人的人中窄细，看上去就像一条细线和缝隙的话，这是一种明显的肾气不足的体现。身体免疫力比较差，体质偏弱，生育能力比较低，子女缘分淡薄。相书中有云，人中一条线，有子也难见。这种人中的女人容易出现流产等现象，想要孩子的话比较困难。即使有了孩子，孩子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比较差，智力和身体都不够好，学业运比较差。3. 人中一个小窝。如果女人的人中长得看上去就像一个浅浅的小窝的话，这种人中的女人比上面讲的那种人中如一条细线的人会强一些，身体素质也会好一些，但也只是相比较而言，并不会好太多。俗话说，人中一个窝，有子也不多。这种女人的生育能力也偏低，即使有孩子也不会有太多。4. 人中有痣的女人面相。老话常讲，面无善痣，而人中属于人面部任脉和督脉的交汇之所。如果女人的人中正中间部位长痣的话，代表着生育能力比较差。这种主要分为2种情况，一种是人中浅窄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体质非常差，生育比较困难，而自我控制能力比较差，夫妻生活方面不太懂得克制。而另一种情况指的是人中身长且有痣，这种女人的身体素质比较好，生育能力也比较强，不过私生活方面却比较的放纵。5. 人中偏斜处有痣的女人面相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正中间微微偏斜的部位长痣的话，这颗痣对于婚后的生育能力影响不是很大。不过长有这颗痣的女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爽朗和洒脱，为人心胸开阔，为人处事方面比较的大气，不拘小节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。而这颗痣如果长在人中正中的偏下方部位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不安分，对待感情不够专心和专一，婚后生活不太检点，严重者会影响到自身的生育状况。6. 人中偏斜的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的人中长得歪斜不正的话，这种女人大多体质偏寒，而人中歪斜且弯曲的话，这种女性大多属于宫寒比较严重的体质，怀孕起来比较困难。人中偏斜的越严重，代表着身体患上疾患的几率和程度便更深，而且很难治愈，长期饱受病痛方面的折磨。这种女人年轻时对自我比较的放纵，对待男女之事方面也不懂得节制。其实任何的命相学都是供人们参考的，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。现在人们的运势好坏受多种因素的制约，比如一个人的八字命理，一个人居住的屋宅风水、办公环境以及接触的人和事、流年的情况等等。只有综合分析，才能更准确地了解自身命运。每个人身上都会有痣，这些痣代表的意义不同，其人的命运也有所不同。大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18颗富贵痣，有这些痣的人会一辈子享福有钱，生活无忧。1. 小臂内侧长痣。通常小臂内侧长痣很容易被疏忽，但是这个部位长痣在相学上是一步登天的意思，终身都会有十分好的财运。小臂内侧长痣的人从出生起就可以得到上天的庇佑，终身中不止很少遇到大磨练或大艰难，而且还能常常得到贵人的相助。他们很少与身边的朋友计较一些小事，
总是乐于去协助处于窘境的人，常常为身边的人带来满满的正能量。这样的人在工作中常常开展得比较顺利，事业不只可以一步登天，收入也会越来越可观。2. 背部长痣。背部正中央有痣的人，终身顺风顺水，多是富翁命。这类人天生运气好，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很顺利。例如能潜心在某个范畴钻研，不只能成为该范畴的佼佼者，而且能够凭仗该范畴赚到钱财，成为一代富豪。3. 腰上长痣。相学上说，腰上长痣的人多是腰缠万贯，这类人属于命中藏财，有付出就一定会有报答，且报答多多。这类人的生活好事多磨，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事业上有贵人协助，可以升职加薪，就算有小人出没，也能被贵人所化解。工作关于他们而言都是比较轻松的，平常有投资也总能赚到不测之财。4. 臀部长痣。在命理学中，屁股后面长痣的人是官运亨通，财富无忧的。屁股上长痣的人一辈子平安，无灾无难，有福气。这类人适合从政，终身官运亨通，且容易得到权力。但需留意的是，臀部有痣的人性格会比较急躁，掌权后记得要先坐稳。5. 头顶发中有痣。头顶发里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由于前世的功德善业，导致今生能够得贵人帮助，且能够存财，甚至能够收藏到一些宝物。如遇到困难，即使有贵人相助渡过难关，或者出世之后衣食无忧，别人要奋斗几十年，而你一出生便拥有良好的生活条件。6. 后脑勺有痣。后脑勺头发里有痣的人，说明有一定的贵气，有将相之才，有朝廷显贵之命。后脑勺有痣的人比较适合从政或从军，天生是吃官粮的人。7. 眉中藏痣。长在眉毛中但外观可见的痣称为草里藏珠。以聪明来论，这种相里的人确实聪明。眉毛里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会得到贵人相助。暂且不论是贵人提拔还是贵人辅助，总之都会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。事业上甚得长辈器重，婚姻也会很美满。8. 耳朵有痣。耳朵代表一个人的财运、健康运，耳朵上有颗痣代表聪明、善解人意，同时也代表肾气比较足，并且涵养力颇深，学习能力强，对于深奥学术有很好的理解力。耳朵上部有痣的人一般从小聪明伶俐，耳朵下部有痣的人财运佳，耳朵眼内有痣的人寿命长。9. 肩部有痣。肩膀上长有痣，说明此人挑重担，在工作中往往担任着重要角色，负责重要工作，不容易轻松生活，能够担任领导或管理之职，能够管理好下属，是一个难得的管理之才。这个位置有痣的人，在有一定能力之后，可以尝试自己创业。10. 胸部有痣。胸部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是个有福运的命，能掌握经济大权，会有很多幸运围绕着你。胸部有痣表示此人头脑灵活，善于经商，财源旺盛，痣越大越旺财，一生富足有余，而且子女聪明才智。11. 手心有痣。手心有痣的人，说明自身衣食无忧，手背有痣的人，说明颇善于理财，且会是一个占有欲较强。这种人是个能力强的治理者，属于心思缜密、计算精确之流。这类人最适宜当工程师、法官或者会计师等行业。12. 膝盖后窝有痣。膝盖后窝有痣的人能够享受晚福，不仅能得子孙环绕，且能够得到他人的关心，晚年幸福感较多。
男女都特别善于理财，男人更是富裕不为金钱发愁。如果女人在右膝盖上长了痣，宜晚婚。13. 脚底有痣。脚底有痣的人能管理下属，可获得朋友的拥护和支持，事业会有所成功。脚底有痣代表该人聪明，有特殊天分及才能，是所谓的封侯带相。这类的人可以做地方之长，统领一方，像安禄山节度使脚底就有长痣。14. 眉上长痣，特别是眉尾正上方挨着的痣，这是富痣。只要是挨着眉上边的痣，都比眉下边的痣好。我一个朋友鼻小眉散，怎么看都不是有钱人，但就是肩门细平，眉上生痣。他娶了一个长相一般但很能干的老婆，诚然在他发迹的那几年，他老婆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，完全让他能放开手脚做事，这就是正确的选择得到的发展机会。15. 下巴之痣。地格之处为田窄，只要不是达到嘴角边的痣，而是下巴范围偏中的痣，就算是福运较强的，整个家业家运都不会差。如果有这种痣却还没发财的人，随着时运的发展，痣上生出3根以上的毛，则是财富很快就积累出来的预示。16. 鼻尖鼻头侧有痣。鼻子的这2个地方有痣的话是富贵痣，鼻子是一个人运势和财富的外在表征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鼻头比较圆润，整体线条流畅，山根没有向下扁平的话，代表你的财运是非常不错的。如果说鼻尖和鼻头侧长了痣的话，就是在你的入财口打了一个标记和增加了通道，会让财运更快被你所吸引，是给你带来富贵的特点，一定不要点掉。17. 大拇指有痣。大拇指长有痣的人非常具有理工科的思维，非常的理性，以及具有非常大的毅力。做一件事不会想着退一步都可以，而是一定要达到自己原先的预期。如果当时不能达到，你会按照实际情况选择第2项，但是第1预期一定要达到。1个月、3个月、3年都是要达到的。所以拇指上的痣就是你的富贵痣，是你财富的进口，千万不要点掉。拇指有痣会让你有必胜的心思。18. 肚子有痣。肚子是相学中的一处聚宝盆，肚子上的痣也被称为饱腹痣，衣食无忧。在肚脐附近有活痣的人，不仅子女缘深厚，多生贵子千金，命里更带财，而且心胸大度，人缘极好。就算出生贫苦家庭，也能通过后天自身努力，加上贵人的提携，不仅自身容易白手起家，更能带旺身边人好运不断，共同富贵。大佬最后提醒大家，无论是做什么，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。好的志向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，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志向就一定会怎样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。好了，今天的中国古代面相算命之说由来已久。面相是一种透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民间学问。常言道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好的面相自然能让人有好福气、好运气，反之败相的话，自然会把运气给赶跑了。那什么是败相呢？大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败相的特征，希望你一个都没中。1. 头小。所谓头小，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身子长得较为宽大，头比较小，整个身体的比例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，男人如此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。而女人如此的话，
自身事业发展不错，个性比较强，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。男子仿父，女子仿夫，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，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。脸小额头窄，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，如果头部长得较大，但是脸型较小，额头尖窄的话，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视。首先来说，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，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，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，而且智慧有限，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，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。眼睛小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理和交际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而窄小的，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，但是缺乏大智慧，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短浅，只注重眼前的理智，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，容易因小失大，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他人发生矛盾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人缘比较差，经常容易得罪人，而且喜欢一意孤行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所以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。耳朵小，耳朵在面相学为肾之外窍，主一个人的寿命、健康、智商和福气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薄小，没有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，容易受到疾病困扰，而且智商不高，心性不够坚韧，做事缺乏坚持，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，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就会显得焦头烂额，不够冷静和理智，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，所以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作为，寿命难长。鼻子小，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帛宫，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、财库、财路和蓄财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较小，或者鼻翼偏小无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心和谨慎，对自己缺乏自信，缺乏决断力和魄力，遇事总是畏首畏尾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，挣钱比较困难，即使能挣得一些钱财，最后也很难守住，一生的事业财运和仕途运不佳，难有什么大的成就。嘴巴小，嘴巴是一个人说话吃饭的重要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际能力和享受欲，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宫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对待金钱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内向和保守，做事谨慎小心，缺乏气度和勇气，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，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，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，人际关系不是很好，花钱时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俭，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，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，与大富贵无缘。鼻梁骨突出，鼻梁为极恶宫，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自信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突出，则说明其人是天生反骨。鼻梁骨比较突出的人太过于狂妄自大，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就算别人是为他们好，提一些建议或意见都不会听进去。这种人最擅长的一条路走到黑，别人的劝诫他不在意，等到最后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也没有人会伸出手帮忙。眉毛杂乱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杂乱，则说明其人的心思很重。面相学中认为，眉乱则心乱，这种眉相的人猜忌心重，对别人都比较不信任，只相信自己，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好，还会怀疑他们另有所图。他们这样的想法不仅寒了别人的心，
也绝了自己的路。单靠一个人去闯荡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事儿，还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。腮骨外凸，若是一个人两腮无肉，这样就会显得腮骨比较突出，而腮骨比较大的人野心强，欲望大。他们这种人的欲望往往体现在生活方面，喜欢吃喝享乐，说好听点是懂得享受生活，说难听点就是混吃等死。就算他们能从家里得到丰厚的财产，也会随着自己的挥霍无度而坐吃山空，到最后生活会过得很不如意，生活拮据困难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而是会责怪身边的人。胡须过硬，不管男女，胡须过分旺盛，过于蓬乱，都不是好事。男人胡须过分旺盛，毛发过粗过硬，容易性情粗暴，像李逵、张飞一样性情极端，酒后闹事，克妻克财。女人胡须旺盛比较明显，包括体毛粗黑而硬，明显的阳性过激，容易性情极端，克夫之命，家庭很难和谐。眼睛无神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大而有神，清澈明亮，并且黑白分明，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。但如果眼睛无神，眼神游离不定，看起来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，说明这种人缺乏自信，没有主见，很难获得一定的成就，无法积累金钱。即使通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一些财产，也会因为一些原因白白流失，生活过得比较穷困潦倒，久而久之也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有以上特征的人，通常运势都不是特别好，但并不是决定的。如果通过后天的努力也能改变这一情况，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看待。好了，节目贫贱顾名思义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。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，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。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相特征，一生比较穷苦。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一、女人的10大贫贱之相。一、耳垂小。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，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，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，从小生活坎坷，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，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。二、连心眉。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，也就是2条眉毛连在一起，将印堂遮住的话，说明心胸狭隘，嫉妒心非常强，眼睛里容不得别人，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。这种类型的女人人际关系极差，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更没有贵人帮助。三、朝天鼻。如果一个女人是朝天鼻的话，说明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手中存不住钱，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财富流失。并且猪鼻子的女人大多性格大大咧咧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四、额头凹凸不平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，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，说明自身的命格是非常苦楚的。在打拼的过程当中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，生活经历非常复杂，尤其是到晚年时期，大多会孤苦一人，无法安享晚年。五、双眼无神。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，就像死鱼眼一样，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感情比较坎坷，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。
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也非常不稳定，离婚的概率极高。另外，双眼无神的女人身体情况不是很好，抵抗力差，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。6. 山根有起结。如果一个女人山根有起结的情况，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不如意的。这种女人选择男人没有眼光，容易遇到渣男，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多灾多难，不仅与丈夫之间矛盾重重，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众叛亲离的情况。7. 牙齿漏风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漏风是非常不好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，语言表达能力较弱，难以担负重任。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如意的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，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。8. 颧骨高。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，是典型的克夫之相，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，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，一生坎坷不断，命运多舛。9. 眉毛尾部稀疏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，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，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，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。10. 嘴巴大。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。财运方面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而损失钱财，难以有丰厚的储蓄，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。2. 男人的10大贫贱相。1. 两眼无神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，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，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，做事也没有耐心，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打拼精神，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，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。2. 两腮无肉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，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，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，生活质量不是很好，同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。3. 鼻梁凹陷。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，说明一生孤苦，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，经济状态非常拮据，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。另外，这种类型的男人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，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。4. 牙齿参差不齐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参差不齐是典型的漏财之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，即便赚钱能力再强，也难以聚集财富，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差。5. 头发枯黄。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，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，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。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，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，很容易做出不法的行为，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。6. 桃花眼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，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，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。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，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，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而陷入人事纠纷，
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。7. 声音柔弱低微。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，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大多缺乏魄力，做事不够果断积极，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，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，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。8. 眼神浑浊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，黑白不分的话，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术不正，做事没有耐心，为人自私自利，凡事只考虑个人得失，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。9. 嘴歪。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，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。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，说话含糊其辞，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，再加上资质平庸，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。10. 形象不佳。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氓地痞一样，完全没有绅士风度，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。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自身运势越来越差，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。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这些相学上的缺点，就很难有宏大发展。少数一项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，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，那就越糟。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，天生此相只能认了。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，行事讲正义，用天地正气来补相格不足，也会变佳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